大家早安。大家早。那我们今天早呢，一早在饭店吃了早餐之后，我们就前往了我们租的 Go Car 店家。然后我们刚刚如果有放上另外一个影片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在 Go Car 上一路尖叫的影片。哦，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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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不前进啊？小心，小心，请你小心，请你小心，不要被撞了！我现在很紧张吗？我这么紧张度过这2小时吗？那因为我们前几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在里斯本的市中心，比较靠近海口的地方徒步前进，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既然有 Go Car， 那我们就往上走，走远一点。我们是从最下面的地方，然后一路经过自由大道，就是一些精品店、专卖店，然后绕过来之后到这个制高点啦。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前面那个叫庞杜尔侯爵雕像，1775年的时候有里斯本大地震。那里斯本大地震之后呢，是有这位庞杜尔侯爵，就是组织大家，然后乡绅们、贵族们一起重建里斯本。他好像是那个时候的首相，然后有点算是实际的掌权者，等于是国王是傀儡国王的概念。但当那个国王去世，新的国王上任了之后呢，就指责说他就是有点专权，他就被放逐了。啊，这么惨的下场？对，所以他的下场是被放逐出里斯本，回到他自己原本的领地。但是实际上在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我觉得如果那个国王能够变成傀儡国王，代表他应该是没什么功用。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感谢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站出来，就是一起组织重建里斯本。所以那边就是他的雕像啦，反而不是国王的雕像。电车，好多人在等那个电车哦。大地震的时候还要保留下来的一些老城区，所以它是最原始的风貌。我建议大家到里斯本绝对不要自驾，跟我们一样玩个2小时自驾就可以了。对。我们刚刚结束了历程2个小时的 Go Car 行程，对，惊心动魄啊！对，因为第一个是因为它车很矮，所以你就觉得旁边的车都离你就是都比较高，很巨大，然后就有点紧张。开车的驾驶你有什么感想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呢，在里斯本呢，可以花个2小时啊，好像没有很贵，那花个2小时玩一下 Go Car 自驾，我觉得体感不错。对，然后我记得是1000块台币以内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来这边考虑一下这个行程，或者是这边其实也可以租脚踏车哦，就是比起你就是脚走。好，就这样，这条就这样了。看来有人累了。没错，我现在整个鼻孔塞满了灰尘。我们现在在里斯本第3间100年咖啡店，介绍给大家。这家叫做巴西人咖啡，它是1905年创立至今。它的名字大家就听到比较奇特，为什么叫巴西？明明在里斯本，那大家就知道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嘛。所以那个时候呢，这家店呢就以引进巴西种植的咖啡，然后在这边卖为名啊。那听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木头装饰啊，甚至这个桌子，全部都是1905年到现在都没有更改过的哦。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结实，这个桌子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重，很像是真的大理石做的。那所有的木头柜子啊，都还是非常的精致耐用的感觉。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巴西人咖啡的咖啡，跟再来一定要比较一下的蛋挞到底怎么样吧。那我们来试试看他们家的蛋挞如何。初步看底部也是有焦脆感，然后手拿起来这样子压一下也是听得到酥脆的感觉。只是它比较贵，可能是因为餐厅内用吧，这是要2.1块。那我们从贝伦区那边吃到的也是1.3块，就算内用跟外带都是一样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至少贵了50% 以上了。那我们来试试看喽。它的皮相对没有那么酥，也比较薄一点，然后里面的感觉跟我们第一天吃到的比较像，就是很像是奶油的成分比较高一点。我没有真的这么爱，但是我觉得是可吃的，只是就是以这个价格来讲，除非你想要来巴西人咖啡感受一下这边的气氛，那还是可以点一个试试看。要不然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贝伦吃狂吃蛋挞为主喽。那另外呢，我还点了一个蛋糕，它看起来好像是蛋白霜哎，店面长这样确实是一个蛋白霜。哇，发生什么事？哇！它上面虽然放了草莓果酱，但是里面还有真实的草莓果
切的草莓放在上面，所以没有我想象中的甜诶，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吃哦。它蛋白霜的口感还是很酥脆，有的蛋白霜有时候吃到最后会有点黏黏的感觉。今天又是葡萄牙必吃美食特辑其中之一啦。那大家都知道那个猪扒包嘛，澳门的猪扒包很有名，其实也是来自于葡萄牙。那我们刚刚就在右后方的这家餐厅叫做 Odrevo 吗？这一家店里面外带的。那因为店里面实在是人太多了，我就硬是挤进去之后外带了一份猪扒包加 cheese。那这样一份是2.8欧，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好不好吃吧。它的肉是用煮的，很像是用那个高汤煮过的感觉，然后里面会加黄芥末，它中间已经帮我切一半了。那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就是这样，黄芥末跟 cheese， 然后这样子一个2.8欧。哇哦，好香哦！它的肉不是炸的，然后是敲的薄薄的这样，然后有点像里脊肉，然后用个汤汁煮过。它的猪肉没有腥味，大家一般都认知觉得国外的猪肉都会有腥味，但是伊比利半岛的猪肉都好吃。看看中间的 cheese， 很融化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待会可以去拿辣酱试试看，但是光是加芥末就还不错。它的面包看起来像是法式面包，但是吃起来是蛮软的，不会有那种很硬咬不下去的感觉。加上它已经泡过肉汁的这个肉排，非常的好吃哎！原来2.8欧很可以啊。这家店是只能付现金的哦。我刚刚旁边就有一对中国情侣，他们已经点好了，才发现不能用信用卡，所以把女生压在那边，然后男生想办法去 ATM 提款。所以等我买完走出来，他们那个男的才刚挤回那个队伍里面付钱。所以记得到里斯本，虽然我们目前为止去的地方几乎都是可以刷卡的，但是这是我们第一天碰到的不能刷卡的，只能用现金交易的老店。所以记得大家还是要准备一点现金在身上。好好吃哦！是我在TripAdvisor 上面就是找到排名很前面的海鲜餐厅。那它的 Google 评价呢，大家都说比起我们第一天晚上去吃的那间贵桑桑的海鲜餐厅更为亲民，然后 CP 值更高。那我们今天就想说来试试看平价版跟那天吃的昂贵版有什么差异吧。那我们来吃一个。这个跟大家讲，一定要用面包沾到它整个吸满了这个蒜头的汤汁。蛮特别的，是它跟西班牙不太一样，西班牙都会淋那个，都会撒上那个红椒粉，烟熏红椒粉，所以烟熏味比较重，然后搭配面包吃。面包吸满了橄榄油，然后虾子的香味，它还有一点点焦香感，很像刚用大火那种大火快烤的感觉，好吃。直接用手了，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来到了快炒店，就是快炒店的那种喜相逢啊，只是它没有鱼卵，这个很香，应该非常适合啤酒。那我觉得这个白葡萄酒可能比较适合待会要上的那个烤鲷鱼。那个服务生帮我们全部都去骨去好了，而且他还把那个这块肉，你们知道是哪里？它是鱼头旁边鱼脸颊的肉直接挖出来给我，然后还有鱼眼睛，他还问我说：“你想要吃眼睛吗？”如果想要的话，他也把眼睛也挖出来放在这里。我觉得他的这个刀工很厉害，超厉害的。他脸颊肉就是用汤匙这样进去把它挖出来。我先试试看，我最喜欢脸颊肉。超嫩，我用舌头就把它化掉了。然后有一点点油脂感，油脂感蛮厚的，好吃哎。然后滴一点柠檬看看，台湾吃烤鱼都是那种什么椒盐烤鱼什么的，然后
像都会盐下的比较重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吃到鱼的原味，通常都是清蒸的，这种煎的吃到没有什么盐味，就感觉有点不太习惯。但是鱼肉很嫩，然后就非常的扎实这样子。好吃。吃完晚餐，然后今天是在里斯本的最后一个晚上。刚刚吃完饭，发现时间还早，才8点半，就有点不死心，想说附近再晃晃有什么东西。那首先呢，我们昨天有去喝了那个樱桃酒Ginginia，然后觉得十分的不能接受。我们想说好，今天再挑战第2家，就在它的转角有另外一家感觉比较 local 的店。哎，一喝下去，不能说惊为天人，但是就觉得可以接受，比昨天再好一点。我要鼓起勇气。可以接受，没错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跑去买了一支绿豆参，它的店名是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哎，前面也有。这是我们后来决定要买的是这间店，它就在那2家都在2间都在转角，所以就大家可以试试看看。那同时呢，我们就要挑战我们里斯本第5家蛋挞店啦。在附近就找到了这一间，它其实也叫做 Fábrica de Nada。其实 Nada 在它葡文的意思，应该说西文跟葡文的意思就是奶油的意思，所以大家会吃起来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跟你印象中的蛋挞不一样？但其实因为它的名字就是叫做奶油，它就是奶油 pastry 奶油派的意思。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第5间评价有6000多个评价的店到底好吃吗？那一样，我们先撒一点糖粉跟肉桂粉，让它们的标准一致。我觉得肉桂粉真的要加，它会有一种压抑甜味的。哦，这肉桂粉太多了，像不用钱一样。好，撒掉一点，让它表面。是喽，拿起来就是很酥脆，底也是烤的有点焦焦脆脆的。我觉得这样可以排，在我心目中可以排名第2哎，它只有为输贝伦蛋挞店的那个创始店。它的甜度呢，也是台湾人可以接受的甜度。没有那么甜，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奶油酱呢，有点类似车轮饼的那种奶油内馅，它外皮也是酥脆，而且声音很好，所以它也是熟腾腾。这是目前我心目中的第2名哦。我想说，为什么你刚刚的2跑出了3只手指头？我心目中第2名，好吃。